庆祝100天，用一朵花。第300天，伴奏吗？我们带着气球到了海边。第600天，你送我一枚戒指。能听到我声音，能听到伴奏是吧？你说，庆祝第900天。雨停止天空之间，像镭射灯在盘旋。我们相爱了900天，庆祝100天，用一朵花。第300天，我们带着气球到了海边。第600天，你送我一枚戒指。你说，庆祝第900天。雨停止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这也是什么？再来。我们相爱了900天，雨停止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沿途蹲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余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成。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沉淀？像泪在眼眶盘旋，是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凋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余温。星空上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成。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
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签约？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想说的多到记不得，心就揉成了团，被谁偷走？孤单眺望云海的时候，你我某个相似碰头，背着小小的重重的梦，居住回忆，天色往指尖流走，化作飞奔，穿梭闹市的风。你笑了，我笑了。你说翻越了昨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穿透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阳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成就了我的那首歌，更成就了你的一样生动。打伞趟过大雨的时候，许过愿早晚有成空，背着翻山越岭那个梦，拽住命运一手在路口等我，脚看紧握的人已晓得，相信我懂得我。你说翻越了昨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穿透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阳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你说翻越那些寂寞，就会开到那花朵，一朵一朵天蓝粉红。幸好跟你走过，走到了这不同的时空，未来落在了眼中，我抬起了头。观众听不到声音，能听到吗？你们？我这显示观众听不到声音。可以啊。
千山万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会。那么热呀！我会我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想着你，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不要说你爱我，你伤我，如果你的心里这么没错，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敷衍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敷衍我。说起就是不算大嗓门，那你可能听的都是那个什么谭维维什么的啊，你可以听什么谭维维啊，什么那个黄英啊，这些就是就是大嗓门啊。
不一样的啊，每个人唱歌风格不一样啊。麦克风那个，本来我这有链接，它是什么牌子的我也不知道，你们自己搜，你们看不清。就是本来我这有链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上面也没写。我的记忆。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这是城市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最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就在那个夹克机啊，夹克机，你在我那个小黄车，就是什么小黄车里面，你退出这个直播，你点我的那个主页的小黄车应该有。都是那些快乐多难的美好，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才刚成真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明明你也最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的夜渐停
你说让人错。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那个杰克森呐，杰克森，我昨天我就看到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什么找了一个猪什么的，你是在说谁呀？啊，你说我找了一个猪是什么意思？杰克森，你说我现在的对象是猪是吗？支持百里，支持罗二，谢谢，谢谢，谢谢。字幕的时候看不清这个字儿，公屏设置字幕大，这个字号已经是最大的。他说你现在对象是马楼主，什么叫马楼主？一二，什么是马楼主？啊？什么是马楼主？不是那个人走了，小爱同学，在打开风扇。开了，开了？开了吗？没有风，有风吗？啊？走了？奇奇怪怪的，你来了就突然说那么一句，完了就走了，不，我是会觉得什么，就是很多人就是以一个长相去评判就是别人之类的啊，就是你以一个外形啊或者长相你去评判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对别人不公平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现在的对象，因为我们其实性格真的很合。就是你看我跟罗二你看我跟罗二拍过很多戏，但是你看我跟罗二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私底下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彼此想往那方面做，因为其实知道彼此的个性啊，包括生活习惯是不同的。对于我们而言呢，就是我们就是我跟罗二就属于什么呢？就是那是因为他老不是老不老的事儿，我也不这什么胡说，你滚一边去你在这干什么你？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更见过更多，然后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感情，对，就是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长得好看就会跟谁在一起。我其实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经验，就是你们说，其实我不是，就是我会更愿意去找一个心理契合的人。那有的人说，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好看一点的，或者说找一个外形条件之类的就都优秀？或者你就是外形条件优秀，真的眼睛要五官没五官，要身材没身材，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觉得他各方面都不好，但是我可能觉得他挺好的了。那个 Jason，一个奇丑无比丑八怪，不是你们世界只有黑白吗？就我们可以取中间值。对，我们可以取中间值，就是你们非得要问这种极端的问题，说，哎，长得好看的你不要，那你
你要找一个奇丑无比的嘛，不是这样啊，就是确实是那个对于我而言的话，我更愿意去找一个契合自己的人。什么是契合自己的人？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其实这么多年看我经常拍剧啊，我身边的演员也好，包括我周边的朋友也好，包括你们知道，就是其实自媒体圈儿，可能我在自媒体圈儿吧，就是特别是在 gay 圈儿吧，也有一点小知名度，所以你们所谓的男神呐、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有的都是我的粉丝，或者说就是就挺尊重我的啊，就是我可能在圈子里的那个江湖地位还是有一些的，所以我其实见过好多好看的、有身材的、有钱的，怎么样，我都见过。但为什么我会选这么一位呢？其实就是，相对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这个人好看，你就得去接受他可能，就是他朝三暮四。你们能懂吗？就是如果说你们看到一个名媛，她很好看，她现在还单身，就是也不是说绝对，她单身这么好看，她单身，她一定是有理由的。她这么好看，她单身一定是有理由的。可能她在外边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经常会在你们的，就是经常会在我的粉丝的推荐下，然后去看一些所谓他们的男神像，他们就想让他们来演戏，但是然后我就看他那个视频内容，他首先他就在撒谎，为什么在撒谎？因为我知道他有对象，因为我认识他，然后他就对外宣称他没有对象，这个就是我非常非常讨厌的所谓的，就基本上所有的名媛都会有这么一个点，就是名媛吧。现在的名媛跟之前的名媛不太一样了，现在的名媛都是朝三暮四。什么叫朝三暮四呢？就是我家里有对象，但是呢我在网上想勾搭一下，或者呢我不勾搭，那我直播的话，那我需要就是金主就是看中我，所以他在外面就对外边的人宣称他是单身，这个就是我首先我就讨厌的一类人。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吗？就是所谓你们觉得好看，你们能接受一个大天才，然后他那个有很多人喜欢他，然后你只是他身边的一个狗吗？你们能接受吗？我接受不了。其实这个条件其实就刷掉了好多人了。就所谓的那些你们所谓的就是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天才啊，就经常会干这种事儿。能接受，那你真的是你无敌了，你就是我首先我就接受不了，就是我不是接受不了我给你当舔狗，但是我是接受不了你撒谎这件事情。就是我接受不了一个人撒谎，一个人撒谎代表什么？就是他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结果。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结果，所以他会选择撒谎。那如果说你俩在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接触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没有能力去承担，他就是一个逃避性人格。逃避性人格惯用的就是撒谎，所以就是这一点我就排除了大多数。你比如说身材好的，我告诉你，身材好的就是也不绝对，但是大多数练身材的、身材好的都有一点点分享欲。你能接受你对象给别人发裸照吗？你能接受吗？我就想问一下，就你们想找身材好的，你们能接受你对象给别人发照片吗？你们能接受吗？我接受不了，就我接受不了，所以我也不愿找一个所谓的身材好的人。而且你知道，身材好的人他现在还单身。对，就是这种其实我都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我是谈恋爱，我不是说我找一个恋爱的话，我就觉得说我俩关系好就行了，或者说他对我好就行了，我不需要他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类型。就是人人都喜欢的类型反而不是我想要的。那他各方面都优秀，他不属于你，
你跟他在一起干什么？相反的，如果说你找一个就是说，哎，那个就是他只喜欢你，然后你俩在一起就是那种有商有量，然后互相陪伴，偶尔能给你一些小撒娇、小情绪价值，我觉得这种感情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你看我跟小大夫在一起1年半的时间，这真的是1年半了，1年半，我们几乎没吵过架。就是我们吵架也是那种就是我俩是那种什么呢？就是吵架，就是我吵架是惯用的伎俩，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吵架？因为我觉得发现有一些不合适，或者说有一些分歧的时候，我不想伤害，我也不想改变他，然后我就选择分手。但是他呢，就是习惯的，就是跟我就是有点就是赛脸，就是他习惯的，就是看我无语的状态，然后让我去哄他的状态，所以他每一次他都没想分手，每一次我提分手，我就是提分手了，他马上他就不想分，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跟剧里的某一个演员在一起了。他也不缺追求者，我也有自己的方向，那俩人必分无疑，因为谁也离开谁也都可以离开，而且就是没有人退让，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另外一半好不好是不是说我就是别人觉得我另一半好不好，不是我列为主要的一个选择条件。就如果说所有人都觉得他好，我也不会去选他，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你能让很多人去喜欢你，你一定是去做了一些讨好，能懂吗？你们能懂吗？就比如说一个人我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他粉丝特别多，一个人他的粉丝特别多，那你就要看他，就是说你们怎么去分辨啊？你们怎么去分辨他是不是一个婊子啊？就如果说他粉丝特别多，然后每个粉丝给他评论他都会回复，这种人一定不是个好东西。你们能懂吗？就一个人他粉丝多，然后他回复了好多人，所有人都觉得他非常好，那他一定是个烂人，他一定是个烂人，因为他在讨好所有人啊，这不是教养的问题啊，这一点都不是教养的问题，这就是烂啊，这是烂。那你想想，就别人怎么因为网友是就是网友是最，我觉得网友是什么呢？网友是看东西看得最浅的一拨人。你喜欢他，你喜欢这个主播，然后这个主播去讨好你，然后他要讨好一帮你这样的人啊。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可不可以找没粉丝的呀？不是你，不是你探讨的东西和我探讨的东西不是一个话题啊。我们在聊的是，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他好看的这么一个人，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大家都好看的，大家都觉得都好看的？那大家都觉得都好看的，那他一定是有粉丝的呀，对呀，讨好粉丝无非是为了钱，是的，而且你要知道，讨好粉丝为了钱，这个观点。在你们这是一个观点啊，就是在你们这是一个观点，但是你知道，讨好粉丝为了钱这件事情，他一定是不愿意去讨好你们这些就是素未谋面或者说没有交集的粉丝的，就是没有交集的粉丝，他不会去讨好的，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对。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就是我会选一个就是说
我没有跟网红谈过恋爱，就是我会选一个适合我自己的。对的，所以就是你，就是所谓的，就是有人跟我说，哎，你怎么不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啊？怎么不跟他在一起？我说实在，啊，那他一定是好的吗？就是在他眼里，你就是在他眼里，他可能有更宽广的一个选择性，他不会认真的。对，对于我们而言的话，我们可能会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比如说龙二，我觉得龙二他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就不会说，就是现代还会乱七八糟的乱谈，我们现在就不太会了因为都经历过了呀。龙二的经历比我经历，跟我经历，我不知道他是比我丰富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俩聊天的时候，彼此的经历其实都挺丰富的所以就是那所谓的好看的，你真的觉得是好事儿吗？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在北京那段时间我没谈过什么恋爱。我给大家说一下北京的就是北京前几年的这个风气啊。北京前几年风气就是大家，就是都想找有钱的，他们都想找有钱的，然后想找有钱的同时，有钱的又看不上他们。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曾经就是接触了一个朋友，他就想找有钱的，但是有钱的可能只喜欢他的颜值，一般有钱的都多多少少就是会看人，然后就是有钱的人会从各个角度去分析理解一个人。那如果说一个人只有颜值的话，然后为人处事特别差劲的话，他就嫁入不了豪门。豪门是非常难入的。所以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最终他也没嫁入豪门，而且就是人设立的很不好就是就我身边有好多的就是人可能就觉得说自己有身材有长相就可以嫁入豪门就是有钱人能喜欢他，有钱人可以喜欢你暂时性的他们会去分析和理解就是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对，所以我一点我都不向往那种所谓长得好看的人。我对长得好看的人，顶多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他要来演我的戏就好了我不太会觉得说，哎，我要是能跟他有点关系就好了。我没有，我从来我也没觉得说一个好看的人我要跟他有关系。相反的，我就是进圈这么长时间，拍剧这么长时间，我经常会被一些好看的人传一些八卦。比如说这个好看的人就对外说，我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身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的一个现象就发生了。就比如说就是我觉得挺好看的一个人，然后我想找他拍戏，然后最终呢我又发现他可能不太适合，可能是距离远，然后再可能就是他的为人处事就是不太行，所以我就中途就取消了跟他拍戏。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就是他可能习惯性的把我找他拍戏这个事情就拿出炫耀了。他说百里屠夫找我拍过戏，完了人就会问说他为什么没就是你为什么没去拍呢？他就会造谣，他就会说因为百里屠夫想睡我，我没同意，所以我就没去拍。就这种谣言，其实我已经听过太多次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就是特别无语，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会，还有一些造谣的人，就是我压根我就没找过他，然后就说我找他拍戏，就是
就是很多人会，就是这样，就是我对这种事情我已经就是，包括就是经常会有人说那个什么百里屠夫是他前任，我说谁呀、我都不知道，我都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跟我扯上关系怎么样？我一直就是大家分析，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我的前任，就很简单，就是我在直播里一定会讲过我跟前任的故事啊，就是如果我没讲过，那就不是前任，可能吃过饭啊，可能就是在人群当中吃过饭，因为就是还有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演员，我给大家说一个八卦啊，我曾经有一个演员，然后呢，就是我说太多，可能大家知道是谁了。反正他对外宣称就是我追他，就是我有一个演员，我不说细节了，反正就是我说太多的话，大家就肯定会知道是谁。就是他曾经就是对外去宣称说什么我追他，然后就是就他没同意，大概是这样。追他没有？我觉得这个有个误区。就是我觉得吧，我确实对他挺好的，然后我也确实动感情了，我也确实动感情，我也真的对他挺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有名媛的那个劲儿，就是他有点广撒网，我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网，然后我上套了。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他用各种的暧昧的语言让你上套，因为就是我以为他只对我说的，我当时会觉得说的，哎，他好像是只对我这样，所以我就会对他好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可能就是。怎么发现我就在说太多了，你们就知道是谁了。反正就是后来呢，就是我听共同的朋友说的，说他一直就是在外边说你追他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去解释这个事儿，然后我那朋友说他就是这样，后来我就知道他好像跟很多人都闹过这个不愉快，就是他很爱去炫耀谁追过他，就是他很爱去炫耀，就是说，哎，可能这个人追过他。其实我觉得，以我跟他接触的一个经验，我就觉得是好像是他对别人都挺好的，然后别人可能就是觉得这是爱情，所以才对他好的，所以他就是以这种就是他以就是别人喜欢他为炫耀的资本之类的，这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在北京那3年，我在北京，就是我进圈这么多年，我其实为什么不愿意跟所谓的名媛在一起或者好看的在一起？他们事儿特别多，就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传出来的，而且就是他们就是炫耀，就是炫耀的那种，就是百里屠夫他怎么就开始造谣，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提，就是可能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提我一嘴，说，哎，你看百里屠夫的剧了吗？或者说，哎，你知道百里屠夫是谁吗？哎，那怎么样？大家就会提起我之后，然后很多人就为了就是说百里屠夫之前追过我没同意，就可能就是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这个我也没办法去控制，
对，就是有这种。但是其实你们看我一个点，就是我其实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我所有的事儿我都会拿到直播上去说，这是我比其他人要真实的一点，就是我所有的事儿我都可以拿到直播去说。比如说我谈恋爱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谈恋爱了。我不太会就是掖着藏着，就是说哎那个我还单身怎么样？就是你们会看到我很多很多的恋爱的经历和过程，因为我就觉得我谈恋爱就是要，一是我也觉得很开心，第二呢，我也是就是要对别人负责任。我如果我公布出来，我觉得对方也会安心一点，对。但是我私底下找别人要那个照片是真的，就是我现在会看到好看的，然后身材不错、可可爱爱的，我还是会我说你好，就怎么样，我还是会找别人要就是那种照片的，我还是会喜欢。你和小大夫是1周年才说的。我和小大夫是1周年才开始说的。小大夫会生气吗？小大夫会生气，但我就是会要，所以就是有的人说那个什么1年才说，没有，为什么你们知道的这么晚呢？就好比我现在不知道龙二的消息，为什么不知道龙二的消息？因为抖音把它限流了。我是今年的几月份才开始不限流，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有一段时间被严重限流，我发什么东西没有人会看见。然后呢，今年龙二也是经历了，就是我是今年偶然的一个情况下，我发现我解了，就突然不限我流了，所以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我的一些，但是我直播大家应该知道吧？有的人可能不看我直播就不知道，我跟小大夫这个事儿，我直播会说呀，我的朋友圈怎么样的，对呀，就是他一直在我身边，所以就是你不看我直播，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看了，你要光看抖音的话，那段时间我是限流限的特别严重，这衣服挺好看的，这衣服是锻炼穿的。什么龙二分了？龙二的感情状态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也不会跟我说，对，只是我龙二，我觉得龙二就是我跟他关系再好，我俩也不会去涉及到隐私吧，就是对，就不会问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会问你过去的经历，但是我们不会就是问说，哎，你跟谁谁谁现在在一起吗？我们不会问这种问题，就是他可能会问我和小大夫的事儿但是我不会问他的事儿，我还是会觉得他有点像前辈，就是我对他是不方便问人家的那个隐私。跟卡爷还有联系吗？没有，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其实跟卡爷吧有点不是一路人，也不是说谁对谁错吧，就是一开始和龙二谁大，龙二大吧，我也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我也不敢问你说的哪一个，就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跟卡不太是一路人，我俩不是太是一路人。
包括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也传过，就是不和之类的，就是，但是，我今年对卡卡的态度，我觉得就好很多了。之前其实我不太喜欢他，我说实在的，对我一直都，我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人，就是，就是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跟卡卡，我不太喜欢卡卡这件事儿吗？就你们想知道的话，你们扣个一，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我到现在，我跟卡卡的关系都没有那么亲近。这不是吐槽啊，这不是吐槽啊，就是我跟大家说说我为什么不太喜欢卡卡这件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其实我跟卡卡，就是我跟大家八卦啊，大家就是正面的去看这个问题啊，不要就是以讹传讹传那些瞎话啊。我就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为什么不太喜欢他啊，然后也没有说抨击和不和之类的啊，我只是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我跟卡卡认识其实是因为。我们北京的一个朋友说，哎，有一个 gay 开了一个串串店，就是当时卡卡是开了一家串串香嘛，成都的串串店。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带我们去聚餐，我们一大帮同性恋，然后在那边吃饭。然后当时就是卡卡就因为他是老板嘛，他就过来了。过来以后，然后。因为我好像当时我们那帮同性恋里边就有一两个喜欢卡卡的，确实卡卡就是给人第一面的感觉特别好，就像你们看到就是店长的那第一瞬间，就是觉得哎这个人，你在圈子里没见过，但是呢长得又很顺眼，然后当时我就说怪不得很多人去喜欢他。但是因为我私底下性格我是喜欢小孩子的，而且我也是偏一的嘛，所以我对这种型吧我就不太感冒，所以就是就没有沉沦在那种就是大家营造的那种都喜欢卡卡那种，所以一来二去呢就是就是去了2-3次去吃。聚完会我们也就是在那边聚了2-3次，我记得。后来我自己也去吃。后来有一天我们就决定拍戏嘛，拍戏我就说那缺了一个饭店的一个场景，我就说那就找那个卡卡呗。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卡卡了，我说找卡卡借个景。然后他说行，然后他说那你给我宣传宣传。我说挺好的，因为卡卡就是你跟他交流聊天不错。他这个人就是还行，你跟他交流聊天挺好的。我一说，他特别爽快的就答应了，而且他说你帮我多宣传宣传。我说哎呀，这真的太感谢了，因为我们拍戏要借景，其实很给人造成不便的呀。后来就是因为我去借个景，我就说那我好好给你宣传一下。我说你现在光宣传店也不行，我说你要不要来客串一个角色？我说就没多少戏份，我说客串一下。他说行，他说你要相信我，我就来客串。结果呢就这么就是我其实找他拍戏是因为我觉得我借了人家景，然后我让他来拍戏，我都给他宣传宣传，然后让他也有一点知名度嘛。就这样就拍戏了。拍戏的过程其实我就挺崩溃的。卡卡他是一个不记台词的人，就是从工作室表现来看的话，虽然说我们私底下接触就是觉得哎这个人老板挺豪爽的，或者说哎这个人就是挺交流挺顺畅的，但是他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业务能力太差了。他演戏吧，就是在你们眼里他演得特别好，在我的眼里就是他记不住词儿，演得特别生硬。就是本来他是个客串的演员，但是在他身上花费的时间和那个精力和耐力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就是我拍他我是崩溃的。那3天
他就几场戏，但是拍了3天，拍完以后可算拍完了。结果就是我剪辑的时候，本来芝麻1是我自己要剪，然后因为第一段其实就是他的戏份，因为他演的太烂了，我剪不出来，我就崩溃了，我就说，哎，这片子我剪不出来，因为第一集就是他，我怎么剪呢？因为他演的太烂了，对于我来讲的话，每一条都不及格。我剪不出来，我就崩溃了。那我就说那怎么办呢？后来还好，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认识了一个影视公司的一个大佬，他说图图，你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就尽管吱声。我一寻思，那认识大佬，咱们的关系的建立，其实就是在互相麻烦的过程当中。我就说这个影视大佬，我就说那个哥，我这边需要个剪辑师。他说行，那我就交给，正好我们公司里边有个 gay， 他会剪辑，让他帮你剪。就这么的阴差阳错的情况下，就是这个 gay， 这个剪辑师是个 gay， 这个 gay 非常非常喜欢卡卡。非常非常喜欢卡卡，这个 gay， 是影视公司的剪辑，然后又是北京的，非常非常喜欢卡卡，所以就是这个片子他在剪，然后呢，因为他太喜欢卡卡了，卡卡其实就是大概只有1集的戏份，他剪成了1集半还是2集，我忘了，反正就是卡卡原本的戏份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因为这个剪辑师特别喜欢卡卡，卡卡剪了好多好多戏，我说行了，我说他是个配角，我说他照顾我这段吧，就是可以快剪一下，就是表达他照顾我就可以了，在这块照顾我照顾了4分钟，我们一个片子是12分钟，他照顾我的桥段照顾了4分钟。真的是因为这个剪辑师吧，就特别特别喜欢卡卡，那没办法，然后讲完了之后，我就说，哎，可算讲完了。然后我就特别，因为这个影视大佬其实是让这个喜欢卡卡这个剪辑师吧，免费给我们剪的，所以这个我在看片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个。我就跟那个剪辑师，我就问他，我说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演员吗？他说真的很喜欢，很帅。我说但是他有对象，他说不介意的，他说就是单纯的喜欢。我说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也没什么感谢你的，就是正好那个卡卡也在北京，咱们就是你看你剪子辛苦了，咱们一起吃个饭嘛。就这么的，我就请那个剪辑师吃个饭，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剪辑公司附近的一个餐厅，叫了一个包间，然后给卡卡打电话，卡卡打电话，我说，哎，我说那个剪辑师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给你剪的特别特别好，给你加了很多戏，我说你要是方便的话，一起吃个饭，感谢一下剪辑师，因为他毕竟是看你的面子。看你的面子把你剪得这么好，我说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就过来吃个饭。卡卡说没问题，他来了。然后呢，卡卡有对象嘛，我也跟他说了，我说那个剪辑师特别喜欢你。就来了之后，我们就在等卡卡，因为卡卡跟我们不是一个地儿来的。等卡卡到了以后呢，卡卡带着他对象来的。其实我觉得你带对象来，你跟我说一声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唉，就是你说一声嘛，就你不说，而且就是
对呀，这是商务局嘛，就咱们就是严重一点的话，这是商务局嘛。然后我觉得卡卡对象绝对不是爱生气的，因为我跟卡卡对象后期我们是好朋友了，因为我了解卡卡对象，其实他不吃这个醋啊，但是卡卡，就他拎不清，然后他就带着他对象一起来的，他对象一起来的，完了就是饭桌上一直在强调他对象之类的，可能在你们观众的眼里，他是一个比较爷们儿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哎，我吃饭我带着我对象，或者说那个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个剪辑师就是可能会开一些玩笑，他就立马就是说转回到他对象上，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拒绝这种暧昧，他拒绝跟剪辑师暧昧。但是在我的心里吧，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就是你们能懂吗？对，你们能懂吗？就是，就是在你们眼里可能觉得说他，他是一个比较爱对象的人，但是在我们眼里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情商低，不是，就是有一点点情商低，就是这是一个工作局啊，这情商低，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就是你给他钱了，他想潜你，咱们也没涉及到钱，人家也不会潜你，啊，就是不就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是我请吃饭了，是啊，我请吃饭了，这不是钱呢，人家是帮我剪辑了，我就属于就是人情往份儿的，就是对。你请吃饭了，要请那个小皮呀、你这个智商，你听不懂我的故事，你听不懂这个过程，你这个智商你就是你应该出去啊，你听不懂可能啊，这是人情世故，这不是潜规则，所以就是这件事儿呢，就让我对卡卡吧，就是有一点点无语住了。你18岁，你十几岁，你是个人，你也不要乱说话好吗？潜规则跟人情世故是两回事，你是个人，你也少说点话啊！你这跟多少岁，你是不是人啊？咱们继续往下讲啊。对，就是不用踢，咱们就是咱们就是继续往下讲。这件事过了以后呢，我们不是在吐槽卡卡，我后边我会为卡卡找回来的，我会给卡卡这个找回来的啊。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快讲完的时候，然后这个剪辑师就是以他的一个经验说，哎，好像结局有点草率，说，就是建议我再补拍个结局。然后我说那就补拍呗。结果补拍的那几天吧，正好那个影视公司的大佬也在。然后正好有卡卡没什么事儿就过来探班，因为卡卡就是没几集他就结束了嘛。但我们在拍大结局，就是拍那个小树林龙二在追我那一天，然后卡卡就过来探班，我跟那个影视公司的大佬，我们在那块就是聊天呢，就是说卡卡过来了，就是我就给卡卡那个时候正在直播。因为冬天的北京其实是阳光比较刺眼，卡卡就戴着个墨镜，然后戴着耳机，边走边跟他的粉丝在直播。到这以后呢，卡卡就是也是在播，然后正好那个影视公司大佬在这儿，我就说，哎，我就给他俩介绍一下，万一以后就是因为影视公司的大佬，你们想想，就是肯定是有很多资源的。我说那引荐一下，这个时候卡卡就是戴着墨镜在那直播。我说，哎，卡卡，这个是那个谁谁谁，咱们这个影视公司的这个老总啊，你们认识一下。然后那个影视公司的大佬就说，哎，就起身就说，哎，你好你好。然后卡卡戴着墨镜在这块直播，哎，你好。然后我说卡卡就是你先别播了，他这个时候不播了。
啊，家人们，我先下了啊。我说，哎，那个这个是那个什么总啊，你好。然后这个时候墨镜还没摘呢，他墨镜还没摘，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说，我着急呀、我着急呀、我就说就是影视公司大佬啊！你说你干什么呢？你这起码摘墨镜，把耳机摘了，你是一个礼貌嘛，对不对？就是这是礼貌。然后我就看完了以后，我就说，行吧，就是，后来其实我们之间还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矛盾，别的事儿我都不说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给龙二就是写了一首歌叫那个老 baby。啊，就是我给龙二写，就是我想给龙二，我给龙二写了一首叫《老 baby》。然后呢，龙二那段时间吧，就是，龙二有点逃避性人格，可能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点不舒服，然后他就逃避，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我们剧组也联系不上，我说那歌写完了，我说那找人唱一下吧。然后就找的卡卡唱的，我就说，然后把结局改了，就是我跟卡卡最后在一起了，就是，我就说那龙二既然消失了，结局还没拍，我说那把这首歌写成给卡卡的，然后把结局，写成最后我跟卡卡在一起了，啊，然后。我就找那个卡卡录了一首歌，然后录完了以后，我就跟卡卡说，我说这首歌吧，我们可能会作为收费的一个歌曲，我说你别发给别人。他说那发给对象行吗？我说行，我说你发给你对象行，因为当时我跟他对象也算是好朋友了。然后呢，就是我说你发给你对象行，他就是给他对象，他们就听嘛。结果有一天直播的时候，我也在直播，他也在直播。然后我就看对面的人就过来就说，哎，那个卡卡在放那个新歌。然后我就有点懵了，我就说这首歌我要做收费，因为我都没给大家放。对，我没给大家放，然后因为它是收费的。然后他在直播间放了，你知道，我很无语呀，就是，然后我就真的我就是火冒三丈，我火冒三丈，我就去骂他去了，我好像是给他打的电话还是连线，我就说你赶紧不要再放了。啊，我说你不要再放了，然后我因为我这个人暴脾气，我就直接说他，我说不是说好了不要放了吗？然后我就给他骂了，骂完了以后吧，他的粉丝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有点太霸道了，就是而且就是确实我的态度挺不好的，然后就这个事儿吧，就造成了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在欺压他、欺负他。就是觉得我在欺负他，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愈演愈烈，再加上后期在播出的时候吧，就有的人就传说，我是因为他人气高，我在欺负他，不是，其实我就是因为他，就是放这首歌的事儿，我就是总觉得这个人，在我眼里就是脑子不太好。但是那个时候他人气已经超级高了，他的人气就是高到一个离谱。然后就是我怎么解释，或者说就是怎么去，就是怎么去扭转这个局面也扭转不了，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个时候人气他高，然后我又是导演，然后我又在骂他，就是很容易就是大家就这么理解了，就是这么理解的。后来我其实我这个人也急脾气，人家是误会我就开怼，我就说他妈的，就是我嫉妒他，我为什么要嫉妒他呀？反正我也是噼里啪啦一顿往外说，我也没控制，所以就导致了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俩不合。其实不合的原因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情商低的。就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为什么不合，就是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其实我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情商有点问题啊，对，就是我就会，就是很多人就说啊，你是因为他红了你才打压他，我怎么可能？因为我拍剧都拍了很多很多年了，就是我可能。就是我太理解一个红的人的那种状态，包括，也有很多的这种身边的这种事儿，已经让我不会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种事儿啊。所以就是你看后期我们不合作了，然后我们就没什么问题了。结果2021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剧播出，然后我们有很高的知名度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影视公司的大佬，然后看了我们的片子，就说约我一起吃个饭。因为他不知道我的联系方式，他正好认识我北京的一个朋友，那个北京的朋友联系我说影视公司的一个超级大佬要跟我一起吃个饭，然后我说那都有谁呀？他说都有谁谁谁，有索尼音乐的高管，然后2个，然后包括身边可能也会叫着卡卡，然后那个我那个朋友就说卡卡去你收敛一点，因为所有人都觉得我打压卡卡嘛。我说没事啊，我说因为2021年的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马上要来深圳了，我就觉得说，就一起吃个饭也没什么，而且自始至终我也是因为工作我才会对卡卡有一些就是忍不住的发脾气，私底下我们不会，所以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那个影视公司的大佬。也是通过直播就知道我跟卡卡有一些问题，然后他其实那个影视公司的那个高管就是那个大佬嘛，他其实某种意义上，他算是我的前任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俩见面，我俩其实有确定关系，然后我就等于那个影视公司那个大佬就说，卡卡也在，就说卡卡那个百里也在。其实啊，你俩无论发生多少不愉快，其实他都是从那个工作的出发点去，跟你有一些就是争论，但是其实私底下完全没有必要。我说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知道人家影视公司因为我那个时候没跟影视公司大佬在一起呢。我说影视公司大佬说这句话的话，那我肯定就是我得识抬举吧，人家就无非就是给彼此一个台阶，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说。就是解决了嘛，就是希望就大家和和美美，所以影视公司的大佬都说这个话了，我说是，然后我就举起酒杯，然后就是跟那个卡卡去碰杯嘛，卡卡好像也碰了，但是卡卡紧接着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完了我脸立刻我就绿了。人家影视公司大佬说卡卡你俩喝一个，然后那个百里就是也帮你不少，然后以后就是大家还是要说不定还会有一起合作的机会。卡卡这个时候说了一句，他说啊，其实我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想露个脸儿，然后赚点钱，以后都不会再拍这些东西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在撮合这件事情，然后你突然就是一盆凉水，啪，就把那个小伙
就是你可以就哼哈答应，对，你可以哼哈答应，你就哪怕你心里会非常讨厌这件事情，就是你哼哈答应。那影视公司大佬人就是对，反正就是当时就是我脸也绿了，我紧接着我就说啊，是，我也是有一点点就挂情绪了，挂情绪了。反正就是从这以后我们几乎就不再联系了，直到去年还是前年，我深圳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广州来的一个朋友。让我一起去接待，因为我在深圳来讲哈，我算是能说会道的，就是同性恋里边我算是能说会道的，所以我的深圳的一个朋友就是说，因为我在深圳已经2-3年了，他们就是有什么朋友基本上都会带着我，然后去接待一下，然后就是接待一下广州的朋友，然后马上就是要到了，这个广州的朋友马上要到了，然后那个我这个朋友去接的他的广东的朋友，他这个时候他赶紧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喂，百里。”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带了一个人过来。”我说谁呀？他说：“哎呀，那个卡卡，就你剧里的那个卡卡。”我说啊，我说没事儿，那有啥的呀？因为我觉得就是2年都已经过去了，就是我们已经2年没太接触了，就车上正好是卡卡，我说那没事儿啊，一起吃个饭怎么了？结果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一起吃饭，你知道就是，我心底我是觉得卡卡情商低，但是，等2年之后再见到故人的时候，就会莫名的亲切感，啊，就是莫名的有亲切感，而且之前发生的事儿，2年之前发生的事儿，你都不会有什么感觉，然后，但是卡卡可能有点怕我，对卡卡可能有点怕我，就是所以他在饭桌上他不说话，然后我们在那块谈笑风生，卡卡就有点不说话，然后我们因为他也算是个朋友局，卡卡就拿起手机在那打王者，他就在那个饭桌上打王者。他打王者这个行为一下就让我唤醒之前我对他就是人情世故的这个他的薄弱点，我就觉得说这种场合大家都在喝酒，你在打王者，有点不礼貌，就你们能懂吗？就是就是不礼貌嘛，就是你看看这么多人都在那块儿，就是大家都说说笑笑就是就是怎么样，他在那打王者，然后别人说那个一起喝一个酒吧，然后那个他就才那个跟大家喝一口，然后继续打王者，就是我一下我就唤醒，就是我就是他真的是情商比较低，然后紧接着第2天吃饭，就又吃了一顿饭，晚上的时候吧，其实我就喝酒了，我喝的比较多，然后正好，我们喝酒的朋友就说，你们那个，就是那个你们不是过来一个演员吗？那个卡卡不是来深圳了吗？因为我们吃完饭就是跟卡卡就是分开了嘛，然后我们喝酒的时候，他们说卡卡不来了吗？想见见卡卡，我说那行呗，我说那因为我喝多了，我就跟卡卡说，我说那个你在哪儿呢？他说那个在哪儿，我说那你过来啊，这边有个朋友那个一起喝个酒啊，我也很久没跟你单独喝酒了，就这样，卡卡还没拒绝，他紧接着他就来了，我还很怕卡卡拒绝，因为我给他发消息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喝多了，我要不喝多我也抹不开这个面儿。然后卡卡就来了之后呢，然后我就给他引荐我的朋友们嘛，因为他毕竟算是，就是我的演员，所以我就给他引荐嘛。引荐完之后，其实我就喝的
有点大了，我就趴在卡卡的耳边，我就因为环境很吵嘛，我就咬耳朵跟他咬耳朵，我就说卡卡，我说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咱俩2年没见了，等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就是我真的是看到那个熟悉的面孔，我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是只身前往的深圳。我来深圳的时候，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充其量有个前任在这边，那个前任他是国企的一个小孩嘛。那我充其量我就是有一个前任认识。我说再见到老友的那种心情非常非常好。我说过去的事儿吧，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确实呢，我在工作上对你是有情绪的，我是对你有意见的，但是私底下咱们不说这些，而且私底下咱俩也没什么事儿。他也没说什么，反正就跟我喝酒了。喝完酒，然后紧接着我们又回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开个酒吧，我就回我自己酒吧，他也在，然后我们俩就拉着小手在台上还唱了一首《老 baby》，然后紧接着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百里，那个无论你以后想做什么，我都听你的。卡卡跟我说，他说无论你以后想做什么，我都听你的。我说那行，我说有你这句话，我非常开心。我说没想到你也能说出这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冰释前嫌所以我也非常开心，就解开了心结嘛。因为外边都传说我俩就是怎么吵架，没有，其实就只不过就是我单纯的就是看不惯他，然后我就有点就是对他有点生气，然后他可能有点怕我，就可能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后来我就不拍小茉莉了嘛，拍小茉莉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崩溃的。他真的演技呀，就是他的业务技能啊，真的是让我非常头疼的。而且他剧本他都读不懂。哎呀，他剧本都读不懂，然后我就真的崩溃了。我中间因为他剧本都读不懂，我真的想放弃了，我不想拍了。就是他就是连剧本都读不懂。就比如说，他之前呢他是不记台词，然后他也不看台词。他这次他是真的是用心了，他把自己的台词都摘出来，然后他看了，甚至就把它看熟。可能他也背了，但是他背不下来，但是明显就感觉他是有备而来，他把自己的台词都画出来了。但是他在演戏的时候，我就发现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他在剧里边他不是有个 CP 吗？卡卡是只看自己的台词，不看对手的台词。他对手就是他的 CP 又是一个新手，他不知道他 CP 在说什么。他也不知道他 CP 的结局是什么，他全程只看自己的，就导致了你说这个能有什么好效果嘛，对吧？他就是结果他肯定不好嘛，不好他就没有 CP 感嘛，对吧？他就没有搭档的那种感觉嘛，你这个你就是完全不行嘛。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崩溃了。说不想拍了，我之前对他的那个就是我原谅他的那种心情又回来了，就是我还是容忍不了。然后，但是后来我们是特别平顺的拍完了，但是我其实跟他拍完戏啊，我其实对他有改观。改观是什么？你比如说之前有人提起卡卡，就说他，因为其实卡卡，跟我在北京有共同的一些接触的一些人，大家对他有一些不好的评价的时候，其实我有的时候甚至会也说他不好。但是现在我回北京的话，有人说卡卡不好的情况下，我都会说哎呀，他这个人吧，没有恶意，
他是单纯脑子不好，就是他的那个脑子不好，不是说他蠢，是他不懂这些东西，他可能骨子里他就没接触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说你们别觉得他不好，他其实就是别要求他太多，就别要求他太多。我说这个人我前几年我跟他接触我忍不了，现在我就完全接受了，就他就是这样的人，你要求他干什么呢？对吧？你唯独你能要求自己，就是下次你有戏吧，你尽量不要给他那么重的戏份，或者说你要是嫌烦，你就不要找他拍戏，你找他拍戏你不要嫌人家笨啊，就是包括有一些应酬的一个场合，你不要带着他，对，你就不要带着他，所以就是他真的没有恶意嘛，对吧？对，他没有恶意，就是我为什么要求他这么多呢？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跟他过一辈子，我只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朋友，或者说是他工作的时候一个引导，那我都不觉得说要去强要求他什么，我只不过是在工作当中，我希望他就是认真一点，但是我不能说要求他人情世故都厉害，对吧？就是，所以到现在我们其实，我现在虽然说我俩的就是关系啊，还是有一点点疏远，但是我也已经不烦他了。我现在就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我都会为他去解释，就是而且我觉得小茉莉这个剧啊，它其实真的是，是我们2年不联系之后的一个和解之作，就是我从他的就是他的表现里边，我看到了他的真诚就是真是这样，就是不是说漂亮话，是我会觉得说他起码就是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了。我首先我跟演员之间，我更要求的是你的工作态度，对不对？所以就是，理解他，对，他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能要求他，就是，你比如说龙二，我问龙，就是比如说我平时啊，我跟龙二在一起是什么状态呢？就我前面没，就前几集我们合作的时候是没有的，我这一季的时候，我跟龙二的合作就已经上升到生活当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酒吧，就是我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实的酒吧也是在那段时间开的业，所以就是我为了拍一场开业的戏，我真的把酒吧开业了，然后开了一个分店了。然后开业的当天，我们其实有拍摄任务，然后拍摄任务我就是要跟很多人喝酒，然后我就喝的有点急，有点大了。然后龙二其实戏份就比较少，他就看我喝多了。然后那天，因为开业嘛，我始终觉得小大夫是个小朋友，理应说小大夫是要像个老板娘一样嘛。但是说那天我就没要求小大夫来，我就说你不用来，我说你啥也不懂，因为小大夫才24岁嘛，他懂个屁呀，他也没出个社会，他也不懂酒吧。然后我们拍戏的时候龙二就像个老板娘一样，就是全程在跟着我，他说那个我帮你拿着酒怎么样，然后我在应付亲朋好友嘛，不是亲朋好友，就是我的那些朋友嘛，我就左一杯右一杯，因为我们拍完戏了，我就是真的在开业，很多人过来捧场，那我就要左一杯右一杯。他这个时候他就特别关心的，他就在旁边，他就说，哎呀，你要是喝不了，我帮你喝吧。我说不用，我说我还没有喝多。他说你看你要需要我你就跟我说。我说好的。结果我又满场飞嘛，因为朋友太多了，都是那个老顾客。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画面，就是其实那个画面其实是我在应酬，
但是没想到拍到剧里边了，就是我在那块跟别人喝酒，这个时候龙二突然坐我旁边了。龙二突然坐我旁边了，然后就拿起酒杯跟我一起在应酬，就那个感觉真好，就那个感觉特别好，就是哎呀，真的龙二是非常能拿得出手的人，你知道吧？就是就是我要带他应酬，你知道，就是后期其实我有一些深圳的朋友过生日，龙二就是陪我一起去，他是能跟我一起应酬的。他在应酬局里边，他绝对不会那种就是龙二是社恐的人嘛，但是他能愿意陪我去，我觉得已经超级夸张了。而且我带着龙二那种小鸟依人的状态就特好，而且就是龙二，因为他在我身边，他也比较有安全感，所以他也会能说几句，所以就是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再加上龙二自身人家就是人气比较高，所以我带着他就真的带着一个美娇娘，你知道吧？就是哎呀，我带着一个美娇娘，我就应酬，我就是如鱼得水的那种感觉啊，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所以就是，哎呀，我觉得龙二是非常非常能拿得出手的，而且龙二是一个人情世故他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他跟卡卡是两种类别两种类别。现在对象几？24啊，我现在对象24。我对象是24岁。好好珍惜吧，是啊，我一直都觉得说，龙二抖音叫啥？龙二抖音叫龙二，他现在被那个限流了，所以你们应该看不到他，心事儿挺重的，他是一个特别社恐的人。就比如说他每次直播呀，都会有那些讨厌的人，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直播，有人说白蕊图图好老啊，这个主播得有50多了吧？你知道，我要是看到我的直播间里有这样的评论的话，我都会骂回去。我说对，跟你妈差不多大。比如说有的人说那个你最近怎么就是像个老妈子似的，我说对那你可以管我叫妈了，我就是会回怼嘛，你知道吗？但龙二是那种就是直播的时候他就会看每个评论，龙二最近有点发福，他心里就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受了，他就想着说，我有肥吗？等会儿我就下播，我要去锻炼去了。哎呀，不想播了，算了，家人们，我先下播了。改天再播，再见。你知道他就下播了，你知道，就是他突然就下播了，你知道，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就是人家说你有点发福怎么了，我就说那个就还好吧，你知道吧？他是那种马上就下播，然后还在心里就告诉自己说，最近我再也不播了，你知道吧？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所以就是我了解他以后，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会问他，我说，哎，你最近为什么不播呀？他说，就没什么播的呀。其实我就说，那你是不是被那些差评或者说那个网暴这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他说，没有啊，知道吧？他就没有啊。但是其实我就了解他，他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是看他直播呀。我就觉得好担心他，就是好担心他，就是好笑，你知道吗？他是，对，你说我这种人，就是谁要跟我就是说我2句坏话，那好，那今天晚上的那个主题就是骂粉丝，知道吧？这对吧？今天晚上就骂粉丝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你看我跟龙二后期就关系就很近了，但你知道龙二还是特别特别放不开的一个人。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录那个李茂与罗勇那首歌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录音棚里面嘛，然后他在录音棚里边，录音棚是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隔音玻璃。然后呢，其实我知道他怕我拍他，所以我在角落里拿手机拍那个玻璃里的他。我说给大家录点花絮放出来，结果他录歌他就录得非常不好，然后中途他就喊停，他说那个图图你来一下，我就去了。他说那个图图你能不拍我吗？你拍我好紧张。我说啊，我在角落里拍你，你都感受到了。他说能感受到。所以你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放不开的人。你只要录的话，他马上能感觉到，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角落里，我没有就是说正大光明在那边拍，我就说哎，在那个就是有那个视角，就是这个这盲区之类的，我就在那拍的，他也能感觉到。我就说好吧，你知道。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镜头感很强，是的，他可能经常被偷拍的感觉啊，但是录像机他没事儿，录像机你要做他擅长的事儿，你比如说演戏，我觉得，他演得非常好，而且我在剧组里边我是会给他非常非常大的肯定的。所以他在演戏这块他不会，他完全不会紧张，也不会害羞。就是每次你知道，就是其实我也不是在捧他，每次他拍完一条，我都说好，那个你们来看一看，你看看那个龙二怎么做的啊，这场戏拿捏的非常的准。啊，那个感觉找的非常的对，而且这一看就是把剧本吃透了。你再看看你们来，你们别在那玩手机啊！人家是前辈在拍戏的时候，你们看一看，知道吧？就是全场给他肯定。然后我觉得他当时要是就是他年轻点，肯定会骄傲的抬起头颅，这样。但是就他肯定心里会非常非常开心的。就他这种人，你就是需要给他完全很多很多的肯定，给他就是树立那个自信的那个状态，所以他就会拍得特别顺。但是如果说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拍戏的时候，我说这场戏，因为我们在芝麻一的时候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总是会觉得他抓的不是特别准，我就说可以更好，再来一条。他这个时候他就懵了，他就懵了。我说，挺好，能用，但是咱们再保一条。他这个时候完全懵了，龙二就完全懵了，就是你应该怎么演，然后他就不自信了，他就不想演了，这就是他，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芝麻一的时候他是第一次演戏嘛，然后我就总觉得可以更好。对他要求比较高，然后我就发现他完全不会演了，甚至出现了辞演的一个状态。后来就是芝麻二，我其实就有点冷着他，然后直到小茉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对，是这样。芝麻一，你对卡卡太不友好了。我对他不友好？你怎么看出我对他不友好的？图图很会拿捏人心，是吗？做的，对，他让龙二喷戏。芝麻一，你对卡卡太不友好了，就2集。依我呀，他2集都没有，就是他不是个主角，是因为剪辑师的缘故，原本的剧本里边，就是没有卡卡的戏都，对，我们本身也没有想让卡卡就是说演这么多的戏，因为他在我心里，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以我的要求，卡卡的演戏的这种质量完全不行。这完全就过不了我这关，就是我都觉得
我几乎卡卡每一场戏，我都说实在的，就是因为我不想再耗时间了。我说，哎，过了吧，过了吧，对，你没看评论吗？一直都在喊店长，喊店长是喊店长，我没有错，就是喊店长是喊店长，但是我能分得清，就是导演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一些东西的把控，就是就比如说现在有人会喊说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那个王一博喊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偶像团体，就是你人气高是人气高，但是我们还是演员会对这个片子会有要求，对演技有要求就是我们不太会，因为就是你觉得你人气高，然后我们就降低制作的标准，就会能明白吗？就它不是就是我们对这些东西还是要有把控的能明白吗？就是演啥像哪？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你们要知道演戏这件事情在常人眼里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只有这是在拍的就是不是也其实不是演戏的事儿，就是所有事儿，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简单，但实际做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们看到我们拍戏你们会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你们会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儿，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哎，拍成这样。但你们要知道，就是实际上我们付出的努力要比你们看到的多得多，因为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就会减弱了很多他付出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付出努力是30%，在你们眼里看到的只有20%，那些努力其实就是你的一些要求就是你对事情要有要求，这些要求是无形的，这会能明白吗？就是一定是会有一部分的努力是在卡着这个要求对，就是反正拍剧包括演员也是这样你们看到卡卡其实就是卡卡他的戏份不多，但是其实他剧本还是就是台词还是蛮多的，所以就是包括他记住的动作其实也是蛮多的这个是你们看不到的反正我们接下来不会拍剧了，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直播间里有140人，我其实今年我就不会再拍剧了我可能会拍个综艺我会拍个综艺，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剧吧也是会有一点点疲劳了有一点点疲劳了。那我今年我拍个综艺吧，因为拍综艺也是一直在我的计划里边，我也是非常想拍个综艺，那我就拍个综艺嘛拍个真人秀之类的只是让大家看看真实的跟我合作过的演员都是什么样，然后对思考问题的时候没有没有对，我就说拍个综艺嘛，因为综艺它不考验就是大家的演技就是你可以稍微自然一点，但是你知道这个综艺一定不会有龙二这个综艺绝对不会有龙二因为我觉得龙二肯定不会上真人秀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恐惧在大家面前做真实的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一定不会参加。
龙二的心里，他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过去的那种艺人的那种心理，就是我要保持神秘感。就是在他眼里，就是我一定要保持神秘感，明星是要有神秘感的，就是他不会参加，他不会参加，你都不用看，就他绝对不会参加，他绝对不会参加。拍剧的话，我之前不想拍了，我拍剧的成本也是特别高，特别高，我们不会拍那种抓马的，我们会拍那种就是有点像《向往的生活》《奔跑吧兄弟》这种，算是比较平缓的一种东西。我生活当中我特别讨厌那种丑化这个圈子的一个行为，就是我觉得要宣扬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吧。你比如说剧这个东西吧，我们也最终会有一个就是就是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周明磊做小三儿，他就不能如愿，或者说就是找那种金主就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核心价值你还是要明确，而且就是要正确。包括我们做综艺，我们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同性恋也不是那种妖魔化，也不是母的，我们不会找那种特别母的，可能有一两个比较活泼的，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母的，不想给大家呈现这种状态，就是为什么要让别人看到那个状态的同性群体呢？对吧？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你不懂同性恋，你当然不懂，你就不会磨，行，就是咱们，我觉得，我觉得我拍的东西不是为了出圈儿，而且现在你拍这种东西你不能出圈儿，出圈的话可能会有人约谈你，对，你知道，就是我拍这个东西吧，我更多的是就累积经验嘛。我觉得拍摄，就是你去学不如去做，就是我的所有拍摄经验都是我去做的，没有学过。所以就是我做完了之后，我会对照那些好的大的制作，我就看出了我的薄弱的点，或者说我要改进的点。我其实拍综艺也是这样，我想就是说去累积一下经验啊。你出圈干嘛呀？你出圈你被约谈龙二和卡卡谁帅？帅，我觉得，卡卡给人的就是那种气质是非常好的，不是卡卡给人的那种，就是我应该怎么形容他的气质？他气质非常好，他气质非常非常好，就是卡卡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是气质吗？不算是气质吧，就是卡卡可爱，卡卡不是可爱型，卡卡是那种邻家，就是我的卡卡给人的感觉就是我的邻居，上司，不是上司，就是我的邻居
他也不是上司，他生活当中他不是有特别强的气场，就是邻居的感觉，他是邻居，就是你每次出门，然后你都会看到你家邻居是一个独身的一个男性，就这种感觉，然后你会对他有一点点好感的这种。但龙二呢是会，就是现实当中如果交朋友的话，我会跟卡卡这种人交朋友。你们能懂吗？就是龙二是你对他第一面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想跟他靠近，对，不想跟他靠近。龙二是那种没有亲和力的人，龙二没有亲和力，对，就是卡卡是有亲和力的人，就是如果说现实当中你们看到，就是龙二是那种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对，他也不是说不好接触，是那种就是好吧，我自成一派，就是一看这个人吧，就是很聪明，很有自己的态度。但卡卡是那种就是好像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能懂，他也没有多高级，就是会有亲和力就是你明显是会觉得说卡卡现实当中可能更好接近一些，对，是这样，两个人的长相肯定是喜欢龙二的长相，对，龙二的长相我是会，这不是也不是说喜欢龙二的长相，就是如果说让我觉得说你长得好看，那一定是龙二。但我要找对象的话，我不会找龙二，就是长相的话，我不会找龙二这种长相，因为我喜欢的是顺眼就好。我不太就是如果说龙二和卡卡的长相，我一定会觉得卡卡的长相是顺眼，然后会更就是龙二的长相吧，有点好看，太好看了，但是你凭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卡卡是那种就是长相，卡卡有人夫感，你们能懂吗？卡卡是人夫感，就是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就是这在我心里吧，龙二他现在在我心里也不是说什么男神级别，因为在我心里没有男神级别的长相。这龙二就是你在镜头前面你会发现他怎么都好看，他太好看了，他就像个演员他就适合就是在演员就当演员。但是卡卡就是会觉得说你会觉得卡卡就是如果说你是个零的话，你老公就应该长这样，他不会像长龙二那样，就是你老公一定会长成卡卡这样，他就真的有人夫感，他会有一种代入感，就是说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知道吧？就这种感觉就是所以就是卡卡能火呀，我觉得是不就是人天生就是这样，就是好就是他对人夫人夫感，我觉得就终于找到了一个特别准的词，他人夫感，不是，我没有端水我没有端水，不是，就是你看你怎么选嘛。那如果说长得好看的话，那你看我现实当中我找对象我也不会找那种特别特别好看的，我就会找一个顺眼的，无论我是1还是0，我都会找一个特别顺眼的一个人就可以了。剩下呢就是看他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我就给大家划分一下，就比如说我是个观众，如果说
我找对象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卡卡，为什么呢？卡卡是顺眼的，而且他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比如说你要跟卡卡吵架的话，卡卡可能会也跟你吵，但是他过后他会道歉，会哄你，然后他也是会有那种就是保护你的那种状态。但如果说你跟龙二在一起，你跟他吵架，龙二我觉得是会那种不理你，你得哄他，给他钱买包，就是最后在你的死皮赖脸之下，就是他会原谅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感觉，能懂不？就是我形容的准不？就是虽然说他好看，知道吧？但是可能大家更希望就是说爱是相互的。爱是相互的，知道吧？就是卡卡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过日子的那种人夫的状态，但是就看你怎么选嘛，对不对？就看你怎么选。对你要是选那个龙二这种，你就得非常有能力去驾驭他，就是非常非常有能力去驾驭这种人。我觉得龙二就冷艳。就是赵敏和周芷若嘛，你们就分析一下赵敏和周芷若嘛，周芷若就孤傲美艳，赵敏就是那种活泼，然后就是给你恋爱的感觉，这准不准？对不对？就是赵敏和周芷若嘛，你看你选赵敏还是周芷若？对，那周芷若肯定就是，她肯定也是真心对你好嘛，但是周芷若肯定不会表达嘛。你看赵敏一惊一乍的，或者说赵敏跟你在一起就是有商有量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嘛，对吧？不是，我前一段时间发烧了，我就一直没恢复。就是嗓子里就有痰，对，就你看你选什么，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会选这个卡卡这种长相吧，卡卡这种给人的感觉，卡卡无论说，就如果说你现实当中，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靳东和那个雷佳音演的那个片子叫《我的前半生》，哪怕就是雷佳音那个人吧，他出轨了，但是大家会觉得说雷佳音才是另外一半的状态，你的老公就会出轨，但是你说靳东他就不像是你的老公，能明白吧？能明白吗？你是颜控。不是颜控，我觉得就是感觉。我现在谈恋爱我就还是看感觉。男神是男神，生活是生活，你们要分得清啊。小薇是小昭，她不是小昭，小薇是那个金花婆婆。你喜欢靳东，雷佳音能力不行，所以就是。所以你看我找对象，我也会找那种自己相对觉得顺眼且能驾驭的那种感觉，不会找那种就是比自己能力就是比自己好太多的人，我们驾驭不了了。就是你心底你就会问自己，你凭什么？能懂不？就是我跟小大夫在一起，我依然会觉得小大夫。其实严格意义上，小大夫的长相我一开始我没 get 到他的点，直到后来我会觉得他好看了，是因为我觉得他好看了，不是因为我的审美就是这样，是我后来我喜欢上他了，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好看了，就是我爱上他了，所以我觉得他哪儿都好了，
啊，而且就是小大夫可能综合能力是比较弱的，你看他，赚钱不行，没有什么发展潜力，怎么样？但是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你谈恋爱。我这个年纪，我谈恋爱，我要求人家是富豪，你觉得现实吗？就是我觉得年纪小的时候，你可能会要求说你对象应该很优秀，很优秀。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也不期待另外一半多优秀，就是他就是。我现在甚至都不期待对方能赚钱，就是他哪怕1分钱都不赚，只要他老实，他只要能在你身边给你提供良好的价值，他不去做违法犯罪，甚至会低俗的事儿，这是我找对象的一个要求了。我不再会要求说，哎，他一定要有上进心，有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事业心，什么什么，他一定要有一份工作，我这些我都不要求了，我不要求了，我就要求的是你不要去乱搞，你不要去乱搞，你不要走那个违法犯罪的事儿，你不要东跑西颠的，你不要天天给我丧着逼脸，我就生活我就不要求那么多了，因为你很成功了，我屁成功了，我屁成功了，大家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我有房有车，那我房车不是都贷款吗？我每个月都还贷款呢，对吧？我每个月都还贷款，在深圳，我这种情况就太多了。还没还完，我才买完房第2年，第3年，我才还了2年，我怎么能还完呢？对不对？房价跌了，是的。我今天我要发工资，然后我要交各种费用，我今天就得付出15万。我今天我就马上要拿出15万去交各种费用。压力大不大？你说大不大？我这块表我都打算卖了。我昨天我在问我这块表能卖多少钱？我这块表买的时候是32万，现在是37万，但是卖二手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对，我都打算卖了。哎呀，天！为啥买房？我这个年纪该买房了，孩儿啊，很难理解吗？你十几岁你不买房可以，我这个30多岁了我不买房，我是不是有点不上进呢？我有点我30多岁我不有房，我干什么呀？我怎么生存呢？对吧？就是你30多岁买房不正常吗？是不是啊？现在谁还买房？我买那年它没降啊，孩子，我买那年是那个房价比较高的那一年啊，对吧？对啊，对啊，我买那年没降房价呀，房价对吧？对呀，后悔吗？不后悔，我做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都不涉及到后悔。为什么要后悔呢？你做的事儿是你当时深思熟虑的呀，那你能想到以后吗？我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后悔。我所有的事儿我都是想明白了我再去做，所以就不涉及到后悔。你又不是先知，你能知道未来发生什么吗？所以就是未来发生的事儿，或者说已经发生的事儿，你后悔有什么用呢？你这不就是自己在内耗自己嘛，对吧？你没什么用有什么后悔的呀？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做生意那年是疫情啊，我疫情3年，我做了3年半生意啊，疫情2年，反正我是21年我接的酒吧，
那有什么后悔的？你自己，你觉得就是说这个事儿你想做你就去做，啊，没有什么后悔，啊，对吧？是不是？对你谁能？你比如说谈恋爱也是这么个事儿。有人说那个当时我选错了，我有什么选错的呀？那我当时就是觉得他好，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如果说后来发现他不好了，那很正常啊。就哪怕就是你觉得你当时没选那个人，他现在你怎么看他都好，那是你现在的看法。说不定你俩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他毛病比这个还多，对吧？你估计不来的，对吧？可以在哈尔滨县城买套房呢。买套房有啥用啊？你会搬县城住吗？我不会。我现在在深圳，我都觉得深圳的发展没有那么好，就是你再让我去县城去生活，那生活非常不便利了，我现在在深圳，我生活的非常非常开心。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要去北京发展吗？还好人北京没录用我，没收我。我其实，在深圳，我觉得首先生活呀，那个状态都非常非常好，气候，交通，购物都非常非常方便。我们这买啥，第二天就到，第二天就到。你就说交通，我们去哪儿都方便，吃喝。你就是有的地儿，你说那个太偏的地儿，晚上没有宵夜，没有外卖，我们这儿遍地都是吃的。对呀，就是深圳真的非常非常适合生活的，我都觉得，幸亏没有让我去北京，北京没有深圳方便，就是在北京生活其实是很煎熬的，北京的气候，你们没去过北京的，你们去了以后你们都受不了。所以就是我会非常非常喜欢深圳，深圳的人也好，深圳人，反正我觉得都不错都不错。就深圳，你看这么多城市，我都觉得深圳挺好。你想生活在一个岛上，想点人该干的事儿，想点人该想的事儿，想生活在一个岛上。对，北京不适合生活，北京是一个特别焦虑，而且没有生活质量的一个城市。哎呀妈，那个城市你真的是，哎呀我的天！谢谢 UDD 啊，UDD 是跟我一起是那个，不行，还是深圳好，而且深圳，反正我就觉得深圳好，我说挺好，深圳的人也好。深圳人不排外，你要去北京，我的妈呀！哎呀，北京那，哎呀，在那上海，我的天，就是你这北京、上海这俩城市，哎呀妈，你看闹心的，就你在那待几天，你都觉得说，我操，这真受不了真受不了。有人说大城市通讯录多诱惑。诱惑多，容易出轨长久，不是，容易不长久我觉得长不长久是看你找的那个人。我就觉得我跟小大夫，我觉得我俩起码奔3年去了。
我觉得我跟小大夫就起码奔3年去了，因为现在都已经1年半了嘛。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出不出轨，真的是看你找的那是什么东西。你要是真的有些人，我就说实在的，你们找对象的眼光非常非常差，啊，非常非常差。就经常你们会给我艾特一些你们的喜欢的博主、抖音的那个人，我说那不是就是一个骗子吗？你们看不出来吗？就是你们看人看的特别特别的浅，就奔人家长相去了。其实他一说话，包括他这个那个视频里，包括他直播呈现的内容，其实是非常低端的，非常非常代表的他的一个欲望的，只是你傻不拉几的你听不出来。所以就是包括你们就经常会艾特我说那个什么，就是有的人会在那评论区里就在一个人底下就喊老公老公的。OK， 你要喊别人老公也行。但是每次我看到别人喊别人老公，然后我都像被拍了一闷棍一样。我一看，这个人是那个特别卡哇伊，然后戴着小眼镜，然后嘟嘴那种，然后你管他叫老公，或者说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明显一看就是个0，就喊人老公。你说你在谈恋爱里边你不受伤谁受伤？啊？你能不受伤？你连10你都看不出来。哎呀，百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象现在都不碰我了，他之前还碰我，现在都不碰我了。之前是以为能为你改变，现在发现改变不了，对吧？你这是。人家骨子里是什么你都看不出来。有的人说你是1是0我都行，我看你都行，他一定有一个偏什么。比如说你要是1的话，他说我偏0。比如说你要是0的话，我是sad，我不找对象对，最近刚分手，他肯定是这个道理，对吧？是1你一定你直观你能感觉到他呈现的那种状态，就是强势的那种状态，或者说就是那种我觉得对吧？你能感觉到，你感觉不到吗？我就是你跟瞎了一样，那么都眼瞅的是个0，你管人叫老公，你说你不受伤谁受伤？对吧？我就不懂，我不懂，你知道吧？那个就是你们经常管人叫老公那个，我都明显知道他是个0，而且他还管我叫老公，你知道？或者说他管我叫哥哥。你说正常的不都叫哥吗？他管我叫哥哥，他不是0，他是什么？正常人管人叫哥哥，那不可能，都叫哥，哥，这就是1，或者说0.5，叫你叫哥哥，谁家好1叫哥哥，对吧？对就是你们都不是，我觉得你们喊可以，但是你们起码就分清楚他是1还是0。有的人都不管人是1 0，完了就喜欢人家，完到最后你受伤，对，他肯定会受伤。所以就是你们谈恋爱就是出轨之类的，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你满足不了人家，俩人就是真的是，我真心就我觉得说真的有那种0.5。但0.5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为你做0，偶尔我想做一下1的话，你也要满足我。他们是有一点公主病的去要求别人，绝对不是说，今天晚上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对，我真的都可以，我真的都可以。你现在要求我真的都可以，不是这种0.5就是那种老公，今晚上我想做一回1，你不让我做1那你就不爱我。我都说我是0.5啊，这样就是这种，你知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0.5
哎，多假呀！你这哎恶心，这，是不是啊？这是你们所谓的那种爱看，这对不对？想喝了没有，我爱演。太像了，是不是啊？怎么你演这么恶心？我觉得没有偏一这种事儿，我觉得真的没有偏一这种事儿。我觉得0.5偏一，就是我自己粗浅的认知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在感情里边，你不要一会儿一会儿0的。我这小大夫有的时候就跟我说，今天晚上他想做1，我说不行，我说你要实在想做，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说你让我做1，我一直做1没问题，但你让我突然做0的话，可能我会上瘾哦。我要辩不回去，你可不许跟我分手啊！这是他。你知道，就是来回变我不行，来回变我不行，就是你别让我来回变我，而且你们千万也记住了，就不要让你的老公就是来回变，让他尝试做0，因为做0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会上瘾吧，做0的事儿会上瘾，对，会上瘾，所以就是。你要是真的想让你们的感情稳定，千万别提出那种，什么互相换一下、尝试一下，你别尝试了，别尝试了，你听我的，反正我是觉得是，别嘚瑟，0到底啥感觉？你说不出来，还是生理的快感，两者都有，你比如说现在有的0他做不了1，那他就是生理上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他就生理上他就做不了但你要说哪个有快感，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快感你要说我现在做1，我更喜欢的是别人在我的输出的过程中，他给我的一些反馈，这是我觉得做1最好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0可能更多的是生理上的快感，就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就是你是要说有多有快感，没有什么快感，我觉得1的快感就是心理上的快感0变1也会上瘾0变不了1很少0也是心理那我不了解0嘛，我在我心里，我觉得0还蛮生理的快感，就因为我不太懂，其实我不太懂0的心理对，不一样的，我在我心里我都会觉得说，哎，好像是生理可能会更，是，而且我就会觉得恋爱里边就是，10是在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一个1更喜欢0会。就是如果说一个1，一个0就是懂事儿黏着你，作为一个1来讲的话，就是会更有那种角色感，就会更有代入感。你要是，我觉得现在0都有点那种，就是会喜欢，就是那种优秀的人。至于这个优秀的人一开始对自己什么样，其实一般的0还真不会介意，
后期他会介意，就是说，哎，啊，你要对我更好一点，那是后期，啊，就是零是，我觉得零对男人的喜欢更，就是会很大程度爱慕要多一些啊，就是他会爱慕多一些啊。对，就是爱慕多一些啊。呀，二胖来了，二松。对，就是很多零他不懂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爱慕的人，其实那不是爱情。我们一就会懂，我们一找的是那种爱情，爱情就是你爱我啊，我爱你。就是那种琴瑟和鸣的感觉，但是零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可能有点冲动吧，或者说有一点点就追求那种小感觉，但是可能现在的一可能更知道爱是什么啊，爱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找对象，我是非常明白，就是我需要他给我提供什么，无非是看别人长得好看，想玩他一下。不是那个辉哥呀，你说这种观点吧，是因为你可能在现实当中，你可能对这些东西吧，你接触的不太多。就是在我的心里，可能我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些人，有太多的机会去可以得到这种事儿，所以我就不太会把这些事儿吧，就是看得特别重要，特别是大城市啊，你小城市你可能不太可以，那大城市随便就是你稍微长得稍微有点姿色，或者说稍微你就是不用姿色，你就是在大城市，你想有一些需求的解决，软件一打开好多啊，好多，这就是大城市的一个情况。你小城市，你可能因为你可能结婚了啊，或者说你的附近都是亲戚，怕遇到熟人，你就不敢嘛。但你知道大城市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东西，所以大城市想去解决自己的生理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事儿啊。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大城市的人都那个也想互相玩一下，没有啊，没有。4线城市也一大堆了，那我不了解了啊。反正我生活当中我就不约呀，对，我不约啊，不约，因为我觉得我不缺，你真的不缺，还是那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你独生子女，你看他家里那个水果摆烂了都没人吃，因为他家里有这个条件，没事就有水果。你看那个孩子多的，他家里放点水果，一会儿就没。孩子多呀，都想吃啊，对吧？不一样的，对。我用了一段时间就不用了，海王零太多了。为啥有人喜欢去公园公厕找？因为你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好奇呢？那个黄油太保，如果是你对这么一个事儿好奇的话，就代表你其实也属于那儿，就是对你也属于那儿啊。你这黄油太保，我可能总看你来我直播间啊，但是我没想到你对这些东西。就是我还觉得你喜欢百里屠夫其实挺高级的啊，但没想到你会想这些东西啊。对啊，就正常人不会想着说，哎，他为什么去公园去找？夸自己而言，真的是这样。你好奇就是说厕所那帮人怎么样？
那说明你的心属于那儿，或者说你可能未来的方向也在那边啊，要不然你怎么会感兴趣啊？对不对？晚上还是会想他怎么办？被无缝衔接了，晚上还是会想他怎么办？那就继续想啊，就是我会觉得说你放不掉一段感情的时候，你就继续想他，能明白吗？因为你现在除了这段回忆要你，没有人要你，这你能懂吗？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人要你的话，你不会对一个就是你已经觉得它是错的，或者说你已经厌烦的东西，你舍不得丢掉。你之所以舍不得丢掉，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了。这回你能明白吗？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了，所以你就是会揪着它不放，这样显得你没有那么可怜。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就是遇到了一个新的好的，对你，就是对你很体贴的，你就不会要这个旧回忆，能明白吗？一个直男对你说你是女的就好了，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就是如果说一个直男要跟我说这句话的话，我就会说，那个少废话，然后我就把他拽到旁边，然后我就塞他嘴里，我就让他，哎，你不是，你装什么？我他妈今天让你尝尝，对不对？对吧？你装什么你？操，就那种，对吧？哎，我这操，装什么你？让你尝尝，对吧？你装什么？可是我现在还在上学，不敢去找对象，感觉大概几率是异地。不找对象没事儿，因为你学业也比较重要，而且有学校老师什么陪伴你也挺好啊。而且找对象，再有我觉得找对象也别怕。我就说一个很直白的那个，你怕异地恋那个小朋友啊，你说你怕你找对象是异地恋，我告诉你，你现在找对象不是异地恋，你未来步入社会里边肯定会有一段异地恋，因为你经历的东西大概是这么多，早早晚晚会遇到。你现在可能要接触了异地恋的话，你可能未来你可能就不用接触了，或者说你的心里你就会回避这个事儿了。那你现在一直都回避这个事儿，可能你未来还是会经历。36岁壮爷们儿，40左右帅壮爷们儿飞，大哥都11点了还飞呀？你要晚上11点，你要是飞一下我都能理解。你说你上午11点，你说你挺冲啊你，你知道吧？就是你上午11点了，你今天精气神你不要了。给你飞好，给我飞，我也不行，我这一天精气神就是挺重要的啊，对，厉害吧，厉害，没有布拉迪吗？在图图直播间呢？什么？不懂你说什么啊？大川晨，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恋爱了，图图现在越来越好了，没有越来越好。我现在觉得我赚钱的能力太弱了。没有小软件是不是孤独终老了？就我给大家的一个，就是我说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啊，就是我之前啊，我觉得我说这些话就是就是最能引起你们的共鸣。其实我之前也是，就是别人的粉丝
啊，我是我那个年代，就是微博，我是粉别人粉了很多年，我也做过别人的粉丝。我想给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提个醒，就是你们要攒钱，你们现在可以粉别人，你们也要攒钱。你们攒钱，你们足够优秀之后，你们会发现，就是之前你粉过的，或者说你关注的那些人，他们在巴结你，巴结你。我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等你有钱了、有能力了，他们会真的巴结你，因为他们老了，就他们老了，他们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减少了，这个时候你又崛起了，你眼睁睁的看着那帮内茶人回过头来寻求你的帮助。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因为很多的就是你们现在喜欢的名媛啊，大概都是在30左右、35左右，他们这有很好的肌肉怎么着？但是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多的焦虑，就是他们在老。等你崛起的时候，他们已经40多了，40多了就是代表着，如果说他们能找着对象，他们早找了；他们要找不到的话，他们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再让自己重返曾经的一点点辉煌，但是几乎是不太可能了。这个时候就看你在疯狂的 carry 全场，你在收割。所以就是等你崛起的时候，你要非常有能力，这样你才能 carry 全场。就好比你前期你一直在打野，你打野的时候，你也要观看就是其他人，然后就是适当的去收割。但是呢，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在打野，然后你的经济比别人快，然后你夸，然后最后你就 carry 全场。他们发育都没有你没有你发育的好啊，所以就真的我真实的能感觉到，就是特别是40岁以后的零，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特别是40岁以后的名媛零啊，他们能清楚的感受到自己老了。而且零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一定要有男人，他们一定会有男人，一定要有男人，他们生活里边一定是依赖男人的人，所以他们几乎在40岁之前，很少有零能够做到自主独立的零。一般都是说，哎，我在找金主，然后找着不知道，不知不觉40岁了，40岁之后他就找不到了，因为有钱的人，大多数有钱的人都喜欢年纪小的，喜欢朝气蓬勃的，有良好的身体机能的，啊，他不会喜欢一个40岁的零。但这个时候你如果还对你的曾经的男神感兴趣的话，收割他们啊，就收割他们就好了。所以就是反正我现在深有体会啊。但是我说在等我今年34岁，我看到我曾经喜欢的那些名媛零，我已经不会有兴趣了。我心里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直观的，就是我真心觉得，就是说我之前喜欢的那些名媛零，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去获取了好多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住，但是他们依然在尝试，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我接受不了，你用你的身体当工具，就会能懂吗？就是，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小朋友，就是我会有一点点就是，处女情节，或者说就是我想选就是你相对，我不能说就是我找的对象就是他没有这些，但是尽量少一点，就尽量少一点，所以我就会喜欢年纪小一点，
对，我喜欢年纪小一点的，对。接受不了对方不堪的过去，是的，我接受不了，啊，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我找的对象，我不能说要求他光芒万丈，但是我起码要求他就是，就是，你别给我就是过去，对吧？啊，对吧？啊，就是我是这样的人啊。不是那个邵总裁啊，这不是跟什么，不是跟宋。我告诉你，你邵总裁，你说这话吧，我说实在的，就是你要嫌别人松，你是不是也得看自己是不是大笑，对不对？你要是足够大，你不会嫌弃别人松，对不对？不能说这种话啊，不能说这种话。你要是特别自信的话，你要是特别优秀的话，你怎么会嫌弃别人呢？对不对？啊，你自己可能就是，可能也有点那个不达标啊，对。对，对你不能嫌弃人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就是，你想去跟你的对象去多体验一些东西，而不是说你去跟随你的对象去体验那些东西，因为你的对象体验过了，他对这些东西他已经不感兴趣了。但是呢，你还没经历过，所以这就导致了两个人在一起没有那种契合的那种感觉，没有那种共同经历的感觉。我现在更需要的就是我找一个就是相对比较空白的一个人，然后我跟他一起书写，然后因为我对很多感情的生活内容我不了解，因为我前面的感情基本上都3个月就结束了。所以就是我现在如果说我找一个年轻的，我跟他一起体会柴米油盐，我跟他体会就是说每1年的感受、2年的感受、3年的感受，甚至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历很多段感情的领悟的那种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更向往的感情生活，而不是说，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些人他恋爱经历多，或者说他可能过去。比如说你找了一个就是名媛，他过去玩的非常大，比如说他经常去澳门呐、去香港出去旅游，或者说去国外去旅游，或者说他可能在感情里边他接受过3个人，那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不会有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兴高采烈，你终于攒够钱了，然后你想去个香港去玩，他去过了。他说我不愿意去，那都去烂了。比如说你想跟他去那个什么澳门去赌场去看一看，不去，啥意思？去过。比如说你想跟他说，那个就是咱们今天那个换一个新的一个场景，咱们今天在厨房，他说不去，上次在工地我都不愿意，你这在厨房太初级了，不去，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契合的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就你在感情里你还是要少接触一点，对不对？你对不对？那你到70岁不会也喜欢20岁吧？不太会啊。那我到70岁，我为什么我在34岁的时候我喜欢20多岁的？因为我会觉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没体验过爱情，就是我没体验过那种就是常规的爱情，我的爱情都是非常短暂，都不涉及到真正的，因为我所有的感情我就在接触这一任，你看这一任是1年半了，我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在3个月左右，不超过3个月，所以他的感情是不完整的，有很多的空白。所以就是你看我虽然说我34岁，我喜欢20多岁，那是因为我没经历过20多岁的。如果说我40岁了，我喜欢30多或者说喜欢40多的，那也正常，因为我们那些东西我已经体验过了，能懂吗？能懂不？跟谁去不一样，是的跟谁去心情不一样，
70岁喜欢20岁正常，我70岁喜欢20岁，我他管我叫 grandpa 啊，他管我叫爷爷，那我要是当爷爷的话，我就不能找一个，我得找7个，然后呢，我就把自己就是藏起来，然后让他们来救爷爷，对吧？就是让他们来救我啊，大娃。等一会儿，马上到你了，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你只能这样了啊！让7个来救我，太难了，70岁，在深圳还是广州？我在深圳，在深圳周董演唱会，好。所以就是感情啊，我觉得，比如说我现在，你看我这段感情，我个人分析，我为什么能持续1年半的时间啊？因为可能有的人说1年半有啥好骄傲的，因为我没有谈过这么久的，就是我也不是骄傲，我就是自己在分析。我说，首先呢，就是这个。我现在找的这个小男友呢，他确实是性格非常好的一个性格，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小脾气，但是他每次在发脾气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撒娇，他的表达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撒娇，我又吃这套。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也是跟自己处于现在的一个年纪阶段有关系，可能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年纪也性情也比较稳定了啊，他不像20多岁就是能分就不能在一起就分嘛，谁也不怕谁，现在也不是说怕他之后我就找不到了，其实是更多的就是会觉得说。会去换角度去理解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个小孩吧，他不知道节俭，因为小大夫他是完全不懂节俭的一个人，我就跟我妈抱怨，因为我妈知道小大夫嘛，她知道我俩在一起，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这小孩子太能乱花钱了，有的时候把我气的，然后我妈说，那你想想他才多大呀？我说。20多，他说，因为我有个表弟嘛，我表弟是我看着长大的，在我心里我一直都觉得他是特别小的一个小朋友，但其实我表弟跟他一样大，所以我那一刻我就能换位思考，我就说他其实就我表弟那么大，我表弟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小孩儿，然后我跟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在一起，我表弟啥也不是，他比我表弟强多了。所以就是那一刻你就能懂了，就是你说呀，是你不能要求他这么多。你想想我25岁的时候我也不懂，我25岁之后我才懂，所以你就不能要求太多，而且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很多的不可能变成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出门都会接吻。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出门都会接吻，这个其实是我在电视剧里才有看到，我经常会在美剧里看到，就是美剧你知不知道？就是每次就什么男主人、女主人就是出门了，然后都要一个就是亲的一个状态，然后才能出门，回来也要亲一下之类的，就是那个是一个很电视剧的一个画面。我之前我会觉得说很美好，但是没想到我跟他坚持了1年半。就是1年半我们都在保持这个事儿，而且很自然而然，就是比如说我马上要出门了，我一定会亲一个，就是没想到的事儿，我觉得没想到的事儿，
怎么算乱花钱？不说，不说了，也不算是乱花钱，就是他不知道节俭。第二年之后就没了。我还没有接触第二年，我觉得如果说接触第二年，我能接受他，就是第二年发展的所有的事情，哪怕就是第二年分手了，就是我其实我在这段感情里我很满足，其实因为这段感情我失去了好多好多东西，就是我们，因为你们笨醒子孩子们，你们笨醒子就是，很多人就不明白嘛，但是我就给大家。就是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是我是做媒体的，我又是演员又是导演，有很多有钱人盯着我，他们希望跟我在一起，我也需要投资，这也是他们的有钱人的。跟我的可能的就是会有一些连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如果说一个有钱人看着你，他可能不想欠你，但是他想跟你在一起，所以他会对你好，他会给你投资啊，或者说会平时跟你关系走得近一点呢。但如果说他知道你有对象了，对，他知道你有对象了，他就不会了，他就完全不会了。所以我觉得我今年拍不了剧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没有人会愿意去帮一个有对象的人，就是没有人会愿意帮一个有对象的人。你们自己寻思寻思，就是他之前也没想怎么着，但是只要你单身，他就觉得有希望。但如果说你有对象了，他就会远离你。一是他不想掺和你，被别人说当小三儿，或者说不想就怎么样；二是他觉得没必要了，窗帘没必要了，窗帘没必要了，窗帘咋不大开？还开着的，因为我那个。它是背光，背光你们看不到我的脸，所以说就是其实谈恋爱也会让我失去好多东西，但是我也毅然决然的就是公布我每一段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象应该做的事儿。我咋觉得那个叫什么木啊？我咋觉得喜欢努力怎么在一起？这你说的这段话和我表达的东西它不是一回事儿。就好比，我在说一个关于环保的事儿，你突然说，今天天气真好，让我们一起庆祝今天的天气好。你知道，就是你说的话就是跟我不搭，就是我说的。之前的表达跟你这段话就是你显得特别突兀啊，突突背后有很多，我还是那话，因为我在做这行，所以很多人就是慕名而来，他可能就是看了我演的剧啊，或者说看了我拍摄的能力啊，看着我为同志发声啊，他们会靠近我。当他们靠近我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有对象了，他们就会就是他们也没有恶意，他们也没有就是那种色心，但是他们就说他有对象了，那我要注意一下，我不能跟他走得太近，我不要伤害人家感情，我也不希望被伤害，这个能懂吧？
要是我不会处对象，肯定会跟影视大佬在一起，不管什么目的。这是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影视大佬这个事儿。我其实啊，在我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好多大佬，不光影视大佬，什么服装类大佬，金融类大佬，还有就是工业大佬，我都接触过。我说句实在话，其实这些大佬吧，对我都非常非常好，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好，我也有尝试过跟他们在一起，但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里边还是会偏就是大男子主义多一点。这个大男子主义不是要求别人对我好的大男子主义，是我会对自己有要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就是我的大男子主义是来源于，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是优秀的人，我希望我通过我的努力，然后我就是去比他能力强，我会照顾他，而不是说我大男子主义我是非常霸道，就是我希望这些大佬听我的，没有。所以就是当你跟这些大佬在一起的时候吧，他们对你的好会让你有点负担。你比如说大佬对你好，可能就会说最近没钱了吧，给你3万，给你5万，你花去吧。你收到钱你当然会开心，但是你心里会把它跟爱情区分开来。就是你们能懂吗？就是我想要的爱情是我给他零花钱，他给我零花钱吧，我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哥哥对弟弟的一个表现，或者说一个师长，或者说是一个长辈亲戚对你的好，它不是爱情的好。这就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你们能懂吗？就是因为有些零，这个东西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是1-0的一个区别。你知道零的心理都是什么？就是现在大多数零都觉得说啊，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好好健身，然后我就是未来找一个好的对象，然后就平平淡淡过日子啊，这是一般的零都会这么想啊，我要找一个老公，我俩好好的平平淡淡过日子。但你知道，在我的心里，我都会我的思想是什么？我要大富大贵啊，我要努力拼搏。等我有钱了，我找一个就是小孩，我要好好在一起。我把我年轻没体验过的事儿，或者说我没买过的玩具，我给他买。就是这是一个1-0的差别吧，我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啊。就是反正我的心里就是这样。你比如说那些大佬吧，跟我在一起，他们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就是帮你的感觉。帮你的感觉，那不是恋爱的感觉，你们能懂吗？就是一个人如果说帮你，比如说，百里啊，来，那个等会儿我要跟谁谁见面，我带着你，然后你也接触一下。我说好的，你看你最近都瘦了啊，瘦了，等会儿我要注意什么？就是会让你不舒服，就会觉得说他就是我听到的台词是这样：百里啊，等会儿有几个大佬，我帮你引荐一下，你接触一下啊。那等会儿我要注意什么？晚上跟我睡一觉啊。我帮你做了这么多，是不是？你知道吗？就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呀，你对他们稍微好一点，你都会觉得说，这
对，就是你能懂吗？孩子们，你们能懂吗？就是好像就是所有的事儿，就是你只要对他们好，因为他们对你好了，你要是对他们也好的话，就好像你妥协了，或者说你在利用这个关系，它不是恋爱，你们能懂不？啊，你们能懂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哎，我就是这些大佬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我真的很感动，很感激他们为我做的事儿，但我真的就觉得，哎，那个感觉不好，我非常不喜欢那个感觉，我就希望就是说我赶紧有钱了，然后我对象想要什么，我给他买，想要车我买，就那种感觉，我就非常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跟大佬最主要不能在一起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所以你看我这么多年我错过了多少大佬，不行，我真的我也想靠靠别人，我也想就是说，哎呀，就是那个你努力归努力啊，我承认我这些年我都很努力嘛，你看大家都能有目共睹，就是我一直在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嘛，我没闲着，我没有靠着别人。但其实我心里吧，我也想靠一靠，但是我的个性吧，我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一分手，我其实我在很多段感情里我都是倒贴货嘛，哎，跟人在一起完了分手以后，然后给人花了一些钱，然后我就心里就后悔不已，我就说，下一次我再也不找这种了，我也找一个有钱的大哥，我依偎在他的怀里。我就没事，我也撒他娇，然后让他给我买这个买那个的，我就没事，我就管他叫哥，就是这我也希望就过这种生活，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带我出去玩，我就说外面好热，怕晒，那今天我不想去，要不然你出去吧，我自己在家。就是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我真不行，现实当中是这样，外面太热了，不去了。不是我不去你，哎，你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别联系了啊！你别觉得你给我，你帮我一些东西，你干嘛？你在威胁我吗？你干嘛精神控制我呀你？外面那么热，我不出去怎么了？我有错吗？啊，你现在是有钱，你不用考虑这些东西，我得就交房租啊，对不对？然后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实当中是这样，我理想的我做不到啊，我见那些有钱人，我如果说我稍微对有钱人稍微温柔一点，我都会觉得说，哎呀，他在吞噬我的人格，就是要强，骨子里会有点大男主义，就是我其实我挺想跟有钱人多接触接触的，但是我的个性真不行，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就是没办法跟有钱人在一起，要不然我觉得，哎，我要是稍微有个人就是在背后推手就照顾一下我应该就是发展的会非常的吓人，会就是一飞冲天但是现在不是，你没办法，你克服不了，行了，咱们就是聊到这儿吧，我中途吧，我就不是中间吧，我也得吃点饭，下午呢有装空调的，行吧，咱们就聊到这儿，咱们就是聊的也太多了等会儿打游戏我不打，我歇会儿，我放空一下。现在直播的好长时间，我就这样，咱们就这样，拜拜吧，